阿爹入狱第2个月，我和姐姐去求晋宁侯兄弟，姐姐被大公子收为妾，而我做了庶子秦仲林的通房丫鬟。入府3年，都说我们得到的宠爱独一无二，珠宝数不胜数，华服锦缎堆满库房。但每一晚，只有我们知道面临的是什么。姐姐被封住嘴，归顺行止，脖子掐出痕迹。闭嘴！阿诺不会发出这种声音，而我则是跪在窗前的小几前，一遍遍颤抖着抄书。不许回头！身后的庶子自卑又冷酷阴湿，他从不会回头看我。他们都念着那个被送去和亲的宗室公主。直到3年后，白月光要回来了，凯旋即将一同归来的秦家兄弟送来家书，让姐姐和孩子一同出宅，先搬到别庄居住避嫌，我一同去照顾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早在半年前，因没有等来药，那孩子就病死了。姐姐沉默地收拾好细软，我捧着孩子的骨灰。时隔3年，我们第一次出了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七进的院子，重叠森严，和数年前进来时一样。姐姐看我素着的耳朵，问我，那个流苏花蝶耳坠是秦仲林亲手给你做的生辰礼物，也不戴吗？我摇头，不要，恶心。门外探头探脑的下人和仆妇故意提高声议论，无外是2个以色示人的贱妇回到了应有的下场，终于从侯府被赶了出去，且是在秦家兄弟凯旋大归之前。真是天道有轮回，老天开眼。听说世子和2公子大破北戎后，用军功作保，求了陛下开恩，接回安宜公主。公主为了国家自请去和亲，如今终于回来，我都替大公子开心。那我为2公子开心，安宜公主一定很好很好，才会被他们这样珍视啊。不像有的女人，表面清高，实际荡。我蹙眉，姐姐按住我的手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和这些蠢人说什么呢？说这位安宜公主不是个善茬，说和亲另有隐情，说那些曾经宫阙角落听到秘密，好像是没有什么必要。他们未来会亲身感受。我们走出门时，一个仆妇小声笑，蠢货啊，一样好东西都没拿走。其实公子们也没数，只有姐姐救回的那个贴身小丫鬟安云红着眼睛跟了一路又一路。姨娘和宝珠姐姐，你们还回来吗？我看着手上的瓷匣，回答，不回来了。阿云嗫嚅，可是小公子的事情，世子还不知道。姐姐垂下眼眸。3个月前，刚刚会说话的小公子重病，急需北疆一味独有的药引。他一连写了7封信过去，却只得到1封训斥他借子邀宠的回信。老夫人说了，不过是风寒，才知道我要接回阿诺，便这般作态。你不过是个妾，记住自己身份。我同样去信求秦仲林，他叫我不要掺和姐姐的事，学得他那般不懂事。公主从京都带去那只陪着她3年的狗得了病，每日须迷路浸泡，此药珍贵，哪容你们如此胡闹。最后孩子在姐姐怀里咽了气，侯府老夫人却罚他跪7天7夜，说都是因为他不肯早说，一意孤行，才害死了秦家血脉。我陪着罚跪。第4日，我腹中剧痛昏过去，醒来才知道我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。本想告诉秦仲林，又想他本来就不喜欢庶子身份，我这孩子地位比庶子还庶子。作罢，走到垂花门前，老管家站在前面斜睨打量，最后看向我手里的白釉瓷匣。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3年前后门进来时穿的，唯一醒目的便是这个。老夫人说了，这个瓷罐是御赐之物，不能带走，留下。老夫人是老侯爷的继室，其实和世子2兄弟关系很一般。第2年姐姐怀孕时，世子曾让他协管过府中之事，由此得罪了老夫人。今日我们落魄，他自然不肯放过。好，姐姐点了点头，示意我将罐子打开。可是里面是……我闭上了嘴，姐姐已伸手将里面的骨灰轻轻撒出，风吹起四处飞扬。阿云慌忙伸手去抓，却什么抓不住。她一下哭了，杜管家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姨娘房间里哪样不是御赐的好东西，世子都不说什么，你凭什么要叫留下？你欺负人！管家嗤笑，昔日做替身招摇惯了，现在正主回来，打回原形就不习惯了吗？阿云跺脚，
世子定然不会放过你的。管家不屑一顾，是吗？我拉住阿云，好了，阿云，姐姐累了，先送我们出去吧。角门是一辆急救的马车，并不像府里的，大概是临时雇的。我扶着姐姐上车，她牵住我的手，我将脸靠在她肩上，她收紧我肩上的手时，我情不自禁颤抖了一下。姐姐抱了抱我，不用怕了，以后都不必害怕了。在到达别院之前，我们中途叫停了车，假意去买东西，溜进了小巷。如此热闹的京都，数年没有见过的人烟，空气中都是鲜活气息。沿着小巷子一路向前，走过了林荫密布的桂花路，就看到了曾经的林宅，荒草萋萋，早没有人样。姐姐带我从颓垣缝隙进去，在塌了大半的书房格子最下面的地板翻出了一匣录影。当日阿爹下狱去见世子之前，姐姐就帮我准备好了退路，但没想到那个一直沉默站在世子身旁庶子秦仲林会忽然说话。兄长，那我要他。我慌乱看姐姐，姐姐一下站起来，那此事就此作罢。世子慢条斯理喝了一口茶，看着杯口，此事由你起头，公平起见，当该本世子结尾。你说作罢就作罢，那当初害得阿诺去和亲时，你怎么不能作罢呢？他捏着姐姐的下巴用力，俊美冷酷的脸危险逼近。同样都是宫中伴读，怎么就你那么能耐？我生气上去扑打世子的手，却被秦仲林一把握住了手掌。我从来不知道一个男子的力气竟然那么大，他单手拎着我两只手，几乎就将我拎起来。安静，他说，像什么样子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一点都不像安宜公主的样子。他和世子不一样。秦仲林不爱说话，他武力出众，但就像一条阴湿的蛇。姐姐拿起录影递给我时，踩到了旁边朽落的毛笔，是当日阿爹生辰，我们亲自给他制的。我看到秃毫狼毫就有些发抖。我讨厌写字，而秦仲林喜欢在我身后看我写字，说如同曾惊鸿一瞥看到安宜公主在花宴上题字一般。那日安宜公主呵斥了两个争论嫡庶之争的世家公子，提笔写了请才不减嫡庶表一文，说用人不必强调嫡庶，而应看才能。可那篇文明明是我姐姐写的，是安宜公主故意抢了去。我试着跟秦仲林说他弄错了，他说是谁写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份心胸。可笑，安宜那种人也能有一天被人夸心胸。成为他通房之后，他对我欺负最多的便是在书桌和案几上，他送我最多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笔和纸张。可我从小就不喜欢写字，我喜欢的是烈马，是游船，是踏青访山，是刀斧利刃。我讨厌笔，讨厌写字。姐姐握住我的手，将那笔直接折断。走吧。她像小时候一样温柔叫我们该回家了，宝珠。我看了看笔，先小心地又咬牙发狠，重重踩了一脚。我和姐姐早就商量好了，我们要去江南，那里听说女子也能靠纺线染布找到事做，还有女子开的茶坊呢，就是女先生也不稀罕。最重要的是，阿爹说过，我们是从江南过来的，那里是我们的根。我们那早去的阿娘也是江南女子。曾经阿爹说过，等这一年过了难关，就请求外放，他会带着我们一起回去，将来就在江南生根。等我们成婚有了孩子，他亲自教导，一定会教导得很好。可是没等到进侯府第2年，阿爹在流放路上传来死讯，姐姐惊痛之下提前临盆，他大出血，偏偏世子不在。我第一次翻墙，在夜色中狂奔去了教场。秦仲林半夜亲自带了稳婆回来，姐姐在里面痛苦呻吟，我吓得站都站不住，浑身发软，靠在秦仲林肩上哭。我说姐姐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眼泪鼻涕抹了她一身，她浑身僵硬，手伸过来，我也不知道爱结的她是要打我还是扇我，但最后手却只是轻轻落在我肩上。不会的，她不会死。她顿了顿，又说，阿兄也不会让她死。姐姐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，她第2天生下了一个皱巴巴的孩子。我抱着那个孩子，眉眼真好看啊，又像姐姐，又像世子，更有些像我的爹爹。
怎么会有这么小的人，手掌还没有我的指头大。伸手的时候，孩子转头张嘴含住我的指头，小小的嘴巴，我有些慌又有些欢喜。姐姐，你看。姐姐流下眼泪。父亲死了，他就来了。父亲是怨我吗？我将孩子捧给他，可是这是爹爹的血脉。姐姐，阿爹怎么会怪你？阿爹肯定会很高兴的。疾驰了400里尚未卸甲的世子风尘仆仆进了房，他越过众人，第一眼没有看孩子，而是看向了姐姐。他脸上我说不出来是什么神色，像松了口气，又好像是欢喜的。秦仲林示意我将孩子交给乳母，拉着我出去。我依依不舍。他那晚送了我一支用石花毛做成的赞克毛笔，第一次将我抱上了书桌，看着我的脸。如果你喜欢，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孩子。不要，我喜欢的是姐姐的孩子。姐姐当初准备的新身份有3个备选，我们挑了2个，我和阿姐束发更衣，扮作行商兄弟。这些年，阿云帮我们偷偷用银子换了不少银票，我们俩在车马行正大光明置办了货物，寻了商队。临出发前却被耽误了半日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晋宁侯家在寻人，听说是丢了2日了。世子快进城，正好收到消息，立刻命人去北边寻。我疑惑，北边？当然是往北啊。听说是个争风吃醋的妾，大概因为世子护着和亲公主回来，脸上挂不住，要去闹呗。那车夫摇头，是啊，真不懂事。听说世子就这么一个妾，平日很是喜欢，外面好些人想要送美人，都被他拒绝了，大概就狗仗人势，恃宠生骄了。另一人道，可京都谁不知道世子真正爱的是和亲的安宜公主？我要是那个女人，就老老实实在家多生几个儿子，说不定还有口饭吃。我看了眼姐姐，姐姐面无表情催促，我们何时出发？车夫说，眼下大家都在城北看世子凯旋，城南不会排队，不如稍等，正好可以看到凯旋的队伍呢。我利落翻身上马，时间就是银子，等什么？不等了。健壮的马匹在身下昂首阔步，视野陡然宽阔。信马由缰，进退得宜。缺席了3年的自由漫上指尖，枯寂的胸腔热血一涌。我用尽全力才能控制自己不纵马狂奔。刚出了城门，前方远远一队骑兵轰然而来，让开，让开！为首开道的骑兵丝毫没有减速，紧随其后的是秦仲林。他紧紧抿着唇，目无旁人，脸黑得像是要滴下墨来，和我擦身而过。他的目光急速警惕，扫过旁边低头和低矮的人群，却唯独没有平视同样骑马的我。有人蹙眉，怎么这么急？另一人道，刚刚城北那边取消了凯旋仪式，但人太多了，2公子才绕到城南匆匆回府。不知道，好像是侯府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。还有个可能，我猜是世子准备急着回去娶公主洞房吧。哈哈，这一路听说世子可是对他照顾周到，体贴极了。行军路上每日都要沐浴更衣，3个月的路生生走了半年呢。还没有到京都，这等消息就传得沸沸扬扬，的确是安宜张扬的做派。姐姐的车帷波澜不惊。出了京都，我们在下一个城就出手了携带的货物，然后换了水路，行船3日，又换官道，如此绕行曲折，且行且休息。山丘开阔，星垂平野，朝露待日晞。姐姐脸上终于有了淡淡的笑意。在路过清风渡时，姐姐捡到一只在岸边抓不到鱼的小猫，她蹲下来将那猫抱起来，小猫喵喵咕噜。不如就在这里吧。她挽起头发，拿出第3张身份。我依旧扮作男子，阿姐扮作女子，对外自称是一对夫妻。我们在清风城另了一处小院，就此住下来。渡口的水波缓缓，热闹又生动，到处都是人的声音。再也没有这样更安心的日子了。早上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那只被投喂的小猫就会爬上墙头，喵喵叫着要一只鱼。有时候它自己也会叼来一只。第3个月，姐姐靠在树下的摇椅醒来，她看了我好一会，微微一笑，猪猪，我想画画了。我指尖一顿，猫使劲扯着我手上的鱼竿。我缓缓说，好啊，眼眶却有些发热。
姐姐很像阿爹，读书好，写字好，但最好的还是丹青。她的丹青传神细致，但自从当日为安姨做的一幅画被小可汗看中，点名要安姨和亲后，她成了众矢之的，世子的眼中钉，她就再也没有动过笔。后来小思明出生后，她曾想要为孩子满岁画一幅，秦薇然一根一根捏碎她的指头，这么久了，还是那么爱显摆。不是，我只是想给我的孩子。你的孩子，是因为你那张削了阿诺4分的脸才得来的。姐姐从此彻底不再动笔，绝了心思。时隔半年，她终于再度拿起画笔。我亲自动手给姐姐做了画桌，没有什么比动手更快乐的事。一发不可收拾，我又做了凳子、小集子，给邻居小孩子的摇椅，隔壁书生的书肆。第2个月，我在姐姐面前蹲下，撑着脸，姐姐，我想要和你商量一件事。我想要开一家小书坊。不是不爱写字吗？所以印刷最好了，再不用写了。我们可以卖得便宜点，给识字的小孩子看，给后宅的女子看，让他们知道外面原来这样好。刻字、自制字模、排版、印刷，雇1-2个印工帮忙，1日100文，不到10日便搞定。我印隶书，印科考范文，画本小说，偶尔也印符咒。我喜欢人群，喜欢热闹。阿姐的画到了春节最抢手，刻好的门神模板印出去，再卖给货郎蛋和有空闲的邻舍转卖，供不应求。生意再红火，但我不碰春联和书信，那是给落魄读书人最后的庇护。慢慢的，邻居相熟的书生叫我庄老板，来家里吃饭呀。他家兄长阿嫂有个很乖的小孩子，说话甜极了，总叫我漂亮哥哥，吃这个呀。墙上的小猫长大了，生了小猫。早上醒来，一对小猫排队等着领鱼吃。渐渐，我几乎忘了京都的奇人奇事。直到第2年元宵节前，关门前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，是隔壁镇的书商，他要加急订一批告示。拿到那寻人告示时，我一度以为看错，竟然是寻的我和阿姐。不过不是以晋宁侯府的陶妾和婢女身份，而是以晋宁侯的未婚妻身份。书商说，告示正由侯府之人遍布撒网各城书坊。我不动声色，好好的怎么找人？听说这位秦将军要做驸马了，难道是公主不见了？书商啧了一声，庄老板有所不知，原来秦薇然迎接公主回京后，回府却大病一场，迟迟没有进宫谢恩求娶。先听说是家中姬妾偷盗，卷了大量贡品，才气得吐血。后来发现一样都没偷，是被家中刁奴偷拿了，连同妾室也发卖了。秦薇然气得又吐了一次血。他在家杀了好几个刁奴，然后赴京去向天子请罪，传言离谱。我已大概想出，秦薇然回家看到被偷的狼藉的房间和思明的骨灰模样，定然是恨死了姐姐才寻人，又怎么会以未婚妻身份来寻呢？你说这些和寻人有什么关系？我回头看了眼，放低了声音。书商摆手，听说他丢失的贵妾啊，是他恩师林侍郎的女儿。如今啊，林侍郎平反，好日子才开始呢。结果刚刚回家，就被他家老夫人趁偷偷发卖了，如何不着急？平反？书商感慨，是啊，当日两国交恶，群臣激愤请战，唾骂林侍郎挪用饷银，实际却是国库空虚，为了开春的青苗费和百姓生计，天子默认这笔款项先拨付。林侍郎治罪是为了堵住边疆兵士悠悠众口，赢得数月的缓冲之机。可惜林侍郎还没来得及平反就没了。好官啊！好在听说他女儿曾被晋宁侯收留为妾，现在晋宁侯还在御前求娶，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我忍住冷笑。那安宜公主呢？那位啊，别说了，这位公主奢侈成性，自诩和亲有功，回来便要大兴土木兴建公主府。实际她和亲因和天子的风流事被皇后发现，才强硬送去和亲的。听说小侯爷气得又吐了一次血。哎，这么震惊的消息，你怎么不惊讶？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宫闱之间更脏的事也不稀奇。一个旁支远迈的宗室女，敢对皇后之女出言不逊，堂而皇之住在宫中，怎可能是省油的灯？
他骄傲鲜活，心机深沉，不择手段，自诩没有拿不下的男子。他讨厌和他有几分容貌相似的姐姐，因姐姐嫌说秦薇然是稳重之人，不爱诗词。安姨便冷笑，稳重不过是因为不爱你罢了。男人疯起来很疯的，不信，且看他爱不爱我的诗词。姐姐回来同我说，恒若同我数年相识，君子之交，从无逾矩。我看安姨这回终究要吃瘪，却没想到一场落水接吻，加上眼泪汪汪的楚楚可怜，竟真的拿捏了秦薇然。她说她没有我活不下去，公主冰清玉洁，高贵脆弱，我要为她负责。姐姐说出安姨的心机不堪，却让秦薇然厌恶。果真被她说中，就算是你也免不了女子的嫉恨狭隘，如此诋毁，字字不差。你真让我恶心。如今他却忽然幡然醒悟，念着阿姐了。是看到安姨的没有带笔后的草包真面目了，还是知晓所谓和亲其实是安姨和天子怄气，想要封妃完脱了？不管哪种，都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。而他根本不配提起那被撕毁的婚书。我的姐姐，她连一根手指头都配不上。我接下了订单，拿了定金，关上了门，这才后知后觉看向旁边我的画像。画经过几次印刷都已变形，不细细分辨根本看不出什么。秦薇然去找姐姐，我懂。可秦仲林为何找我？如果秦薇然和安姨的事结束，那秦仲林岂不是正中下怀接盘？反正他眼里那位公主如同至纯至美的仙子一般，是他黑暗中的一道光，我连对方一根指头都比不上，怎么正好去将光带回家？我想不明白，也懒得想了。小厨房里，姐姐端着温热的羊肉汤正好过来，香得扑鼻。我轻呼一声，快速在猫之前跑过去。元宵将至，生意越发的好，事事顺利极了。宽饶的债也主动送还上门，几个暗自压价的书商给了最合适的价钱。元宵晚上，姐姐给我戴上新做的斗篷，戴上还有2个兔耳朵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像姑娘了呀？她捏着我的脸，又抓起我有些粗糙的手，心疼道：“你如今这行只便是簪花，也没人混说。清风城靠着清风渡，除了每年开行封行和中秋的夜行雅集，最热闹的就是元宵夜。河边星星点点，遍布河灯。姐姐让邻居的书生帮我们占了好位置。她笑吟吟颔首，书生笑着叫我庄弟，这里除了莲花灯，最多的就是生肖灯。姐姐捧着一碗元宵，笑吟吟看我放灯，一如小时候。我放了一盏又一盏，懒得写字，上面都盖印章。书生笑我，庄弟真是别出心裁，这便是独一无二了。夜风辽阔，吹熄了我的生肖灯。他送来火折子，替我吹燃送尽，却在帮我点燃时出了神。庄弟你怎么有耳洞？小时候扮过观音。庄弟你和阿玲姐姐长得真像，倒不像夫妻，更像是姐弟。夫妻香啊，没听过。斗篷垂下，兔子耳朵落在我耳边。花灯烧着了，火烧到他指尖，他慌忙一甩，微红的脸仓促回神，火折子掉到了河里。火影灯光两相映，我叹气，真笨。一面笑着伸出手去捞，却在手伸下一瞬勾到了一只冰冷的手，如同冰冷的蛇。我猝然收手，浑身僵硬，却来不及，只一把被抓住，然后跌进了水里。所有的声音都隔绝，所有呼吸都静止。我瞪大了眼睛，然后看到了水里面那双眼睛，是秦仲林。秦仲林跟我说他站在对岸看到的情景，渡口挂满彩灯，郡守说这里的河泊很灵，邀请他沿着河岸走走。商贩卖力吆喝，谈话被小孩子咬得咯嘣作响。他无意中转头，看到无数河灯如同繁星流落人间，萤火汇聚成河。他就想，我曾经软磨硬泡求他带我和阿姐出去看一次灯会的。便在这时，他看到了我，只需要一眼，他便认出我。他扔下了斗篷，什么都没管，直接跃下了河，小心的、谨慎的从水里缓缓逼近。然后在我向他伸出手时，他将我拉下了水。他头发还湿漉漉，却将我裹得严严实实。他一眼一眼看我，宝珠，他是谁？和你无关。
他的眼睛发红，宝珠，别闹。我不动，他伸手缓缓从正面拥住我，他轻轻地、小心翼翼地去固执地叫我拥入怀，头埋在我颈边，有温热的泪水滚入，冰冷的唇贴上带着微微的颤抖，倒是也出了几分重获至宝的真实。在他正神抚上我的脸时，我猛然将发簪刺入他胸口，温热的血涌出，他依旧没有动，甚至靠近我，让发簪更深入。他是个疯子，跟我回家，我会好好弥补你。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姿态，温声又小心。若是你想骑马，我们可以去塞外，那里的草原看不到尽头。我买了一个草场，夏天的时候，草场上会开满花。若是想回京都，我已和兄长吩咐，你便是家中女主人，你阿爹已平反，我可以名正言顺娶你。我轻轻笑了笑，秦仲林，你想的倒是真好。我知道曾经是我有眼无珠，在兄长找到安姨时，我就知道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。他看重身份，心机深沉。那日嫡庶之论是因为圣上是庶出，那只他从京都带到草原的狗，用了无数名贵药材和10数个仆人侍奉了3年，只是因为临近都城，晚上吵到了他睡觉，就被生生摔死。阿兄对他忍无可忍，不再理会。他吃了瘪，便又来唤我仲林哥哥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，安姨从来没有，也没有真正将我放在眼里，甚至当初相遇也并不是他。从来真正真诚唤我一声哥哥的，只有宝珠你啊。他的声音沙哑，面色早已白到了极点，衣襟上的血在缓慢晕开。他在读我的心软。我看着他，年少时他并不喜文墨，偶尔跟着秦薇然来临甲，总是一下午坐在鱼池旁。我好奇去看时，跌入水中，在淹没最后几乎失去力气。是他伸手面无表情将我捞起来。我一边呛着水，一边委屈巴巴道谢，谢谢你，麒麟哥哥。我还给他送过点心。阿爹罚我抄书时，我就在上面写他的名字。我羡慕他，还是麒麟哥哥阿爹疼你，从不逼你学习。他嘴角露出冷笑，他最厌恶的便是我这个拿不出手的庶子。怎么会呀？他给你取名叫麒麟，那比你哥哥的巍峨好多了。他一瞬怔住，后来他再也没来。听说他忽然发了愤，日日习武。曾经我是真小心又朦胧喜欢过他的，甚至我听说他在意安姨。那样讨厌安姨的我，也求了姐姐带我去看，不服气又咬牙模仿过2日。我模仿的大概很像。在鱼池侧，他悄无声息垂头站在水畔。在我将他落在地上的花团捡起时，他的手微微颤抖，多谢公主。麒麟哥哥。我待要说话，阿姐在另一侧向我招手，我拎起裙摆跑了。跑了一半，我回头看去，她迅速低下头，孤零零站在那里。最初做她婢女时候，我虽害怕，却也隐隐想过，也许她是面冷心热，实际是想要帮我呢。但是一个个晚上，那张案几上，我所有的自尊渐渐尽数碎裂。我害怕，恐惧，再也不喜欢他了。对不喜欢的人，怎么还会心软呢？我看着他，我不会跟你回家，即使你现在死在这里。他的脸色更白了。可是，宝珠，阿云说过你曾经专门打听过我的喜好，你问我的生辰，问怎么能让我高兴。你分明是在意我的。我冷笑，秦仲林，那已经过去了。从那个孩子没了以后，你和我再没有任何可能的联系。我不知道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。当时安姨哭着要我们救她最爱的狗，她看到了林庄的信，故意如此。阿兄奉上通敌罪证，亲自毁了他的脸，打断了他的腿。我将他关进了皇后母族的尼姑庙里，他将会生不如死。侯府那个田房张氏已被阿兄关进了慎戒司，非死不得外出。所有欺辱你们的仆妇都被处死发卖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了。猪猪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哀求，脆弱无比。我会对你很好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可是我不喜欢你了。我不需要。他的眼眸里有什么光渐渐熄灭，变成了冷酷。是因为他吗？那个白面书生。我平静看着他。那么你预备如何？杀了他吗？我可以喜欢他，
也可以喜欢任何其他人，你都要杀光吗？草芥你可以除掉，那么下一个，如果是亲王，如果是天子呢？你厌恶别人看不起你庶子的身份，自己不也用身份来决一强取吗？他痛苦地摇头。猪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失去了耐心，要么你今天杀了我，要么你放我走。他的睫毛颤抖。我并不看他。在即将离开下车时，他轻声说：我可以帮林庄，让兄长永不会见到他，让他余生安安稳稳生活在这里，不会再有任何打扰。我无法拒绝这个交易。我的姐姐纤细敏感，无数个夜晚，她总是从噩梦中惊醒，摸着被一寸寸捏碎的指头，然后沉默睁眼到天明。安姨和亲的仗记在她头上，安姨在草原的任何不快都会在她身上无限放大。可恨秦薇然那样的蠢人，明明安姨是为了让自己在北戎好过点，故意卖惨让她放缓进攻的烈度，以便自己在北戎有足够养尊处优的价值。她却为了那个毒妇一次次伤害姐姐。孩子满月之后，姐姐被捏碎手指，3个月无法举手。她无声在锦被中流泪，因为那一日也是她生辰。离开京都那一日，阿姐一次都没有回头。那个下午，思明的骨灰顺着风吹遍了整个京都。她说过，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去。快到京都时，秦仲林同意了我给阿姐写信，我在信上说我溺水被救，过几月养好身体就回来，让她不必挂念。车辙声声，我看着外面的马，马的黑眼珠子看我。想骑马吗？秦仲林问。不愿。我放下车帷。新府邸和晋宁侯府很远。我当日入晋宁侯府并没有生气，如今明面的身份还是林家的次女。秦仲林说要按照规矩八抬大轿做他的妻子，他也真的认真在准备，甚至亲自开始着手修缮林家。我本以为他要将我找个地方圈禁藏起来。我问他，如此大张旗鼓，你就不担心你阿兄察觉？他那么聪明，必然会发现端倪。如果我姐姐被他发现，我答应过你，猪猪，相信我。第7日，宫中忽然传旨，宣我进宫，以林家女的身份。秦仲林想了想，应是御史台的奏本到达天听，陛下敏弱，大概会降下赏赐的恩旨。到了皇后宫中，杯盏俨然。他叫我过去，将一串绿松玉蚕手链套到我手上。林庄说的不错，你纯锦无二言，是亲笃孝，是个好孩子。皇后温声，你姐姐去国舅家用了本宫当年赏她的腰牌求见，她想求林侍郎的印币为你讨一个封赏。我眉心一跳，转头果真看到锦屏后的阿姐，她看着我笑，笑容中却有淡淡的苦涩。猪猪，姐姐今日盛装，看起来格外好看。她伸手摸我的脸，有了湘君的身份，受朝廷庇护，便是秦家贵妻也不能强娶。你若是不愿意，谁也不能。姐姐，可是你，我是阿姐，长姐如母，自然要看顾好你。你的信我让印公看了，是京都一带的宣明旨，我便知道你有了麻烦。小傻子，是不是又答应人家什么蠢条件了？赐封我的旨意颁布结束。姐姐轻轻松了口气。她说，若想要成婚，清风度的贺书生尚可。她细心温柔，秉性极好，又是真心喜欢你，若是不想，便不成婚。桩桩件件，仿佛交代什么一般。我渐渐心慌，转头四看，另一个女官在说，晋宁侯正在陛下处说话，说一会要来看林娘子。皇后问，陛下也来吗？得到答案后，皇后随手拔了一支发簪赏给阿姐。她的心思昭然若揭。后宫世家新人辈出，皇后需要一个得力的人选。阿姐或者我这样，有一张被天子曾垂爱过的宗室女安姨相像的脸的女子，没有背景，忠烈之后还弥合她送走安姨的嫌隙，是最合适的。现在她将选择的机会给了阿姐，要么是晋宁侯，或者是留在后宫。阿姐垂眸谢过，赏赐退下。我定了定神，事情还没到最坏的地步。秦仲林说了，他有办法不会让秦薇然见到你。他虽疯，但我也有法子。姐姐笑，秦仲林派人去刺杀晋宁侯，已惊动了他。我想，也许此刻他就在进宫的路上。我怔住，没想到
秦仲林说的法子竟然是这个法子。阿姐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今日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阿爹留给我们的机会。片刻，天子率众踏进交房殿，我一眼便看到了随护中秦仲林，他嘴角淤肿，而秦薇然紧随其后，面色铁青。他风尘仆仆，一如当日狂奔数百里赶回看阿姐生产那日。跟着天子一并进来的，还有个晃晃悠悠的小皇子，年纪和曾经思明相仿。我和阿姐起身再拜，秦薇然静静看着阿姐，她手中握着丹书，用这一份军功，她可以换一份天子无法拒绝的恩赏，比如姐姐。小皇子一个趔趄。天子问，含笑扶起皇子的阿姐，很喜欢孩子？阿姐抬起微红的脸，天子眼底闪过惊艳之色，朕记得林庶只2个女儿，如今这么大了，甚好。阿姐露出微笑，阿爹以前最喜欢小孩了，臣女和妹妹就是他带大的，他还会编辫子呢。天子跟着回忆感慨，林庶此人看着板正莫言，竟也有如此柔肤一面。阿姐说，臣女阿娘病重走前教臣女父亲的，那时候臣女刚刚会说话，妹妹还是个婴儿呢。就记得我阿娘一直教阿爹说，要这样梳，要那样梳，以后就辛苦你了。我那时候很害怕，怕我爹一下就学会，娘就闭上眼睛不教了。我忍住眼热，缓缓低头。天子微微沉默。他的母亲本是宫女，深宫位将她顺利生养大，艰难辛酸深有体会。阿姐的泪珠悬在眼眶。小皇子蹲下来，奶声奶气，漂亮姐姐你别哭呀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嬷嬷小声提醒，九皇子叫错了，这可不是姐姐。沉默了片刻的天子重新露出淡淡的笑，便就叫姐姐吧，年纪正当时。天子沉吟了一下，转头看秦薇然，对了，恒若，朕记得你尚未婚配。倒是。阿姐似喝多了，目光恍惚，也忘了谦称。她抬头轻轻一笑，很奇怪，明明很小，偏偏记得这些。所以我想小孩子肯定是会有记忆的，会记得疼，会记得叫爹，记得叫没用的阿娘，直到再也叫不出声来。她低下头，眼泪落在袖摆里。原本欲要说话的秦薇然一怔，身形微微颤抖，她眼底是无尽的痛苦。我扶住姐姐，陛下赎罪，臣女姐姐喝多了。姐姐说，喝多了吗？真希望是啊。我眼泪一下跟着落下来。姐姐磕头，陛下，臣女此生不想再嫁，只愿秉承阿爹志愿，自聘为深闺西媳，或永居深宫，教书奉职，否则有死而已。唯所求陛下，看得林侍郎一片忠心，至死不渝份上，恩只准他的小女清川湘君能自在逍遥一生。我跟着再拜，陛下，无论死生，臣女都同姐姐一起。天子看向了秦家兄弟，秦仲林率先跪下，臣求陛下允林侍郎全爱女之心。秦薇然紧紧攥着手中军功簿，闭了闭眼，他终于沉默跪下，几乎一字一顿，艰难道：求陛下成全林家2位娘子。我和姐姐再度离开京都时，走的是官道，新的封地就在清风渡一带。我挂念我的书方，念着那些印工肯定胡乱偷懒，故意用坏胶泥，念叨着下回要用铜字的。姐姐只是笑着，若有所思看向车外。进入秦家祖地地界后，远远缀着2旗，一前一后，赫然便是秦家兄弟。中途他们起了冲突，第2日，后面跟着的只剩下秦薇然，两者距离越来越近。我终于忍不住打马过去。秦薇然垂下眼睛，再无曾经的倨傲冷漠，只低声求我让他能和姐姐说一句话。不知道你想和郡主说什么？我问。他憔悴了很多，很多事情当初我并不知道，才会伤害了阿庄。是不知道捏人的手指头会断，还是不知道罚跪久了膝盖会肿，还是孩子病了要吃药？他痛苦打断我，宝珠。我看着他，公众场合请称职务，做得出来，听不下去。清川湘君，我讥讽看他，原来权力真的能让人好好听别人的话。昔日我无数次告诉你，姐姐并没有伤害你的白月光安逸公主，
甚至他一直都是被欺负的一方。那时你可曾听进去？从小到大，庄儿性格矜持疏离，对我冷淡有礼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因婚约才对我亲近，终觉如鲠在喉。后来遇到安姨，她说林庄根本就不在意我，在宫中一心出风头，想要吸引陛下注意，看不上没落的侯府。我一时错信，才酿成大错。求你让我和庄儿说一句话。这哀求的声音如此陌生，我几乎冷笑出声。秦薇然，我阿姐这般的人才，即使最落魄的时候，她可以求的也不止你一个。可是她愿意做你的妾，你就不想想是为什么吗？秦薇然猛然僵住。他们成婚第一晚，阿姐穿着自己绣的嫁衣，她却觉得讥讽，命令她脱下只穿着里衣进了院。她眼里全是追悔莫及。我阿姐赌上自己的尊严和所有信任来找你，可是换来什么呢？是阿爹流放路上的重病而死，是思明在阿姐怀中一点点断气。那时候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在安姨身旁当狗，还是在照顾她的狗？有的东西错过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秦薇然捂住胸口。我和你说这么多，是因你完成阿爹的心愿，阻击了北戎南下，得到了军功。那一份军功你并没有用来作为买走阿姐的筹码，军功是值得尊重的。但秦薇然，我阿姐要我告诉你，你们再无任何可能。她此生后不想见你。秦薇然几乎崩溃，她面如金纸，却还是几乎用尽了全力，稳住了身形。宝珠，我是不可饶恕之人，但余生漫漫，只要庄儿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以证明。她举起手，轻轻一握拳，隐匿的随护鱼贯而出，拦在我和随从前面。得罪了，我只要和庄儿见一面。在我分神一瞬，他已拍马走向马车。就在他伸手探向马车一瞬，一支冷箭破风生出，直接射在了车架。下一刻，另一支箭洞穿了秦薇然的肩膀，将他直接射下马来。我回头，是断了一只腿靠着树干的秦仲林，他擦掉嘴角的血沫。兄长，你不能见他。别逼我！此刻秦薇然的随护也都对上暗卫的刀。秦薇然根本不怕死，他捂住肩膀慢慢站起，再度走向马车。秦仲林闭了闭眼，我答应过宝珠，不会让你见到林庄。如果我阻止不了阿兄，那么还有一个办法。他的剑锋瞄准了马车窗口。秦薇然顿时失控。秦仲林，你这个疯子！是啊，我是个疯子。我怎么就不是个疯子呢？从头至尾，阿姐轻薄的窗围纹丝不动，咫尺天涯。离开秦家祖地，进入青州境后，身后的尾巴消失。我和阿姐继续南下，在快到春风渡时，阿姐要和我同骑。她小心又勇敢握住缰绳。我歪头看她，缠枝连纹金簪晃晃悠悠。我会学会的。她怕的打颤。在州府和郡守见面后，我们继续低调重回清风渡，以新的普通人身份。此刻书坊里忙得热火朝天，两个伙计看到阿姐回来，忙来邀功。订单都做完了，我们自己还接单了，我们干了好多活。另一个伙计骄傲，东家得加钱啊！我轻轻笑起来，加。两个伙计愣着看我，小的问，啊，东家怎么穿女人衣裳？还怪好看的。另一个大的撞了他一下，笨死，东家本来就是女子，傻子。说罢，门口传来贺书生的急急叫声，庄弟，庄弟你回来了。他蓦然看到我，一愣，猛然后退，小姐见谅，小生未曾注意，唐突了。我笑起来。他瞪大了眼睛，啊，你是？贺兄不是说了你我兄弟齐心，怎么这就认不出来了？小的伙计大笑，真好，不是我一个人傻呢。贺生的脸渐渐变得越来越红，书坊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收到的单子堆满了接单匣，每日随机抽2个，便是当日的任务。胶泥质量差，我想换成铜字，第2日便去了城中的铁铺，老板答应爽快极了，价格非常合适。第3日便请我去看材料，不过2日便邀我去看样品，又过了2日便请我验第1批货，再1日又要我看第2批货。这是我们老板亲自打造的。余光中一闪而过，是微跛腿站在暗处的秦仲林。我叹口气，在商言商，
若是加了别的，那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。童字结束，想要纸，便有最好的纸商找上来，这回学会了，稍稍高的价格，但质量的确上乘。想要招工，在回书坊的门口就看到了扁嘴的阿云。庄姐姐，宝珠姐姐，我好想你们。她抽抽噎噎说几个月前，忽然新管家亲自没日没夜教她认字排字，然后学会了就给了她身契，将她送出，连赶了半个月路放在这门口。看到我，她才明白怎么回事。以后我再不是奴籍，我也可以做工给自己挣钱了。宝珠姐姐，你多花些钱请我好不好？姐姐抱着猫走过，那得家活，你还得负责早上喂猫。好呀好呀。阿云跟我们说，秦家兄弟已决裂。秦仲林带着他一手培养的暗卫悄然离开了京都，再无踪迹。但每一次，只要晋宁侯试图跨过青州地界，必定一箭射在他马蹄前。秦家明暗两脉相生相克，秦威然奈何不了弟弟。秦威然后来忽然想起了我对他说的那一份对军功的尊重，他去了一趟林家，拜过我阿爹灵位，然后摔了酒瓶，进宫请求前去北地戍边。他说北境不平，何以为聘？他想要一份盛大的军功，求得一次新的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在清风渡的镇尾，悄无声息搬来了一户人家，主人深居简出，却独独嗜好行商，总是从宝庄书坊批书来卖。来进书时，他总是亲自前来，排在队尾，看着我和书商讨论，和后宅的夫人们议论，和书生争执，和学政里面的夫子说话。看我不动声色，拒绝自荐和说媒的后生，他看了一眼又一眼，却再没有如同曾经那样发恼，也没有任何人在暗巷受伤。每次走时，他都会轻轻关上门。也许他终于学会了尊重，也许还有一天，他也能学会放手。番外，第二年春天踏春的时候，阿姐终于学会了骑马，她自己都战战兢兢，还在哄着怀里那个邻家小姑娘。看吧，女孩子也可以，不用怕。兰兰还是怕。阿姐细心哄她，勇敢面对自己最害怕的东西，才会越来越强大。你答应姐姐学好骑马，姐姐便和你去那最热闹的上巳节。我舅舅说，若是你去了，他请我3个月糖葫芦。我不怕了，我马上骑。兰兰差点摔一跤，却学会了。她乐颠颠唤着自己的小马。阿姐一边牵着马，一面回头看我。不远处是一匹白色雌马载着它的主人，正缓缓甩着尾巴。马和人都在看我。更远处是相熟的朋友正呼朋引伴。我的马儿正在使劲回头吃一束新鲜的桃花。走啊！我加了加马腹，催促。姐姐歪头，阳光洒在她身上，不远处的江边水波连连。她微微笑起来。马儿想吃什么就让它吃什么，遵从内心，不被束缚，岂不更好吗？我微微一愣，松开了缰绳。是啊，也好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